你帮我写一下，来贴它。2020年11月份确诊的，然后我们就在南宁化疗，他是接疗过后3个月复发，然后复发了，医生就说要移植，然后就打听到这边了，就过这边来。这移植6的吗？叫什么名？啊，那拿着吧。我看看，我给你看看去。就挂个就是儿科是吧？我问问啥流程啊？找王子文博。对对。是我们孩子是白血病，那个他心率快。来，过来。他本身他心脏上就有一个那个小口，你有问题尽可量第一时间控制住它。是这块是能解决就解决，解决不了咱就得上大一点北京，上北京医院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把它哈来，还有营养，还有营养，把它哈了，哈点这样再哈点水，还有营养。不干，那个肺不好光，别哭。15年11月24号，咱们去医院做骨穿。去那边白血病嘛，我直接给大夫跪下。我宁可拿我的命换他的命，是我。你好，美团配送，美团1，跑多少单了？8单。反正我看我往天这个点儿也差不多，也就8单，没有。这个单我算过，平均勾的话能勾到4块钱一单，不耽误事儿情况下就是2000多块钱。开错在这边。您好，美团配送，放门口是吗？好嘞。第一次化疗的时候也都该戒的都戒遍了，等你真正到移植的时候，医生找你一谈话，移植得准备25，后期你还得备25，一共你要准备50万。当时一听谈完话，再一说这个治疗，就在那个谈话间里，就是我直接就瘫在那儿了，就是说不出来啥了。好，老板，美团2号。卖房卖地就想尽一切办法，只要说那能卖的，甚至我都不瞒您说，我都发快手，我说呢，谁有买腰子的，我说我就想救儿子，2卖都行。这个我确实发过，就是你让我就是啥想法都有的那种，只要说的能救孩子命，就是你要我命都可以了，就是这种想法。1、2、3、4、5。你几岁？1岁。那不3岁吗？儿子，啊，中午吃啥呀？吃排骨啊？我得洗洗手。确诊了之后，第一次给长春做了是3个大疗，这3个大疗几乎就是没出院，孩子也不会走路了。那吃那激素药，那是整个让这就像吹气球似的给吹起来了。上药劲儿有点大，这个就是刚上完药，完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嘛，完就说不上哪难受，就打嘴巴子，然后就这种药劲儿太大了。正常孩子人都上1支那药，我们家孩子上2支。他吃的东西必须得是新鲜的，吃坏拉肚子就属于肠排，肠排你要控制不住的话也是要命的。你像有的家庭出现排异，一个肠排就花了80万，就是有些东西我都不敢去想。你移植有价，排异无价。移植比如说花100万就花100万，那后面排异，我家啥都排了。
从头排到脚全排了。现在肝排、肺排、筋膜排、眼排、脾排全排了。那排去年花7多万，啥都没了。现在我家啥都没了。我现在如果我们回家的话，就去我丈人家住。我要玩了，又咋了？我要玩了。不干，那个肺不好光，别哭。那谁弄痛了？胳膊痛。左胳膊又痛了。妈妈给你弄的。行，那睡吧。喝完提供纸再睡，好不好？我就害怕我栓了，万一哪天我栓了就麻烦了，谁都照顾不了。我爸生病脑血栓，我儿白血病，我妈现在腿这边骨质疏松，腿之前不敢走路，瘸着在楼下打扫卫生，就那样，太难了。我从来没跟你说过，我今天说一下。有时候我想离家出走，自己出走，我啥都不想，找个没人地方，一了百了，我是扛不住了。有时候不想想，没办法不想想。看孩子那个样。不上哭，大男人哭，天天盯着生病的孩子这样，谁能扛得住吗？7年吃了7年药，你看现在啥样？16岁，1.46米，我哥哥家的孩子，我姐家的孩子同岁，1.8米多了。我们在家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不想看他们，羡慕，确实羡慕。看别人孩子上学放学的时候，我从那绕着走，我从不从他们面儿过，不敢看，不敢看，就是羡慕。看个抖音，看人家孩子啥的，我都快滑，从来不看那些东西，就看了就不好受。我儿就害怕我生气上火，我儿还捅我。我儿子现在还没骚，他就说他还没骚，他我表达不出来了。我儿特别幽默，我儿特别聪明。哎呀，我儿以前画画捏那个雕塑捏特别厉害，现在不行了，懒喽。去年指头还没事，今年就一下变完了。19年8月6号移植7个月，整7个月，我很高兴那时候。他要求又回去我妈家，很高兴。看很高兴。9月回家，那时候就瘦点儿，但吃饭就没事儿，状态还好。回家1个月就肺排了，接着现在啥排都出来了。后期你看皮排了，脸上全是小皮儿。后面就不行了，排的。有的时候做梦跟我说，第2天，老爸，做个梦，你给我扔了，给我放弃了。我说老爸永远不可能放弃，这么严重的病，谁能扛得住？我扛了7年了。我同学在家都说特别佩服，我说你没摊上，不扛，要生扛也死扛。有的时候，因为得病了父母的这个意愿不停的在下降。以前想着要好好学习，要做什么，现在想着健康就行，慢慢的变成什么了？活着就可以。张伟，到，冷静。咱们这个冬猫站是群体是比较大的，有100多人，大概在70到80人左右，都是这个小白骑手。戴好头盔，系好扣，不闯红灯，不逆行。
好，哎，祝你用餐愉快，哎，再见。我是外乡哥，医生也问了家里头，这不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嘛？完了说有个姐姐，他说这真的把这个血抽了邮过来了吧？完了就是那个做的那个配型，结果出来了之后说的这孩子跟那个他弟弟全相合。我俩决定了，就是用这个姐姐这个全相合这个骨髓。给你们说说，心疼那姑娘呗。你妈也想你。我也想我爸。别哭，哭啥呀？等你老弟好了就回去了。妈妈。太长时间没看着的原因，你现在给家补的，一整就搂我一下，抱我一下，就是分开时间太长，太生疏了。呀，肉出来！哎呀，你没吃饭呢？我吃了。吃啥呀？还补吗？反正就是亏欠他太多了，没法说。妈还是自私，就是倾向他一点呗，就对我闺女还是不公平。现在想想挺后悔。他给我发微信，就给我打字说我想你。他不那个打电话给我，他脸小，不善于表达。但是他啥都懂，因为他也是个孩子，10多岁，姑娘她得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嘛，就是你不可能说的有伤害的事情让孩子去往我躲在身后，我感觉那事儿的话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将来他长大了，告知一下他说的，你这个生命都2次这个生命，第1次生命是父母带给你的，等你真正有了2次生命的时候，是姐姐带给你的。吹吹吹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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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！126，好。孩子刚确诊的时候，确实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经常躲着哭过，但是想哭也没用啊，还是要想办法找钱给孩子治病最重要，是吧？你好，美团配送，2020年的11月份生日那天确诊的，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的那种，真的是当时你一点想法都没有，等慢慢回过神了就。想着怎么样找钱给孩子治病啊？拿面去啦，吃啦，快点！我不想吃。干嘛不想吃？因为我不饿。不饿，到时间要吃，拿去，我擦一下桌子，拿起来，慢慢吃嘛。还没到时间。所以每天我做饭。有时候他吃得多点的话呢还好，每次做饭就是变着花样的来给他做，哄他吃，慢慢的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是。想吃东西没有人？时间还没到。之前我那有个老乡。他那个小孩也是9岁得癌这个病，然后到17岁，去年回家过年就没了。我听到这些，我真的很好怕的那种，所以也不敢回去。我是，就只有我去做了配型。从我们离婚到现在，我是一面都没有见过。这么多年抚养费也不给，生病的时候我也找过。那时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水滴筹款链接，我也喊他跟他讲，让他转发啊什么样的。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他说是他亲戚的孩子，然后他就发了个500块给我。孩子做配型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讲，我说要做骨髓移植，喊他做配型。他也没有回应，信息也不回，
当时我们过来身上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，慢慢的，反正那时候只差没给人跪下去借钱，很多。现在好了。你好，1482哦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好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那好啊。我喜欢在外面跑，我不喜欢待在家。待在家，第一就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就会想着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的话，会比较心烦吧。我觉得在外面跑，天亮出来一下天都黑了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，也比较充实一点。盖在你昨天心缠着枝桠，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，不共戴天的冰水啊，义无反顾的烈酒啊。下雨喽。他一天可精神了。昨天去大查的时候，那些医生他们都说他可精神了，精神特别好。我们家孩子也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一样，就生了这个病他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情形。每一次都像赌博一样啊，然后每一次都赌赢了。从理论上说是出白了，但是就是之前因为打化疗打得过多了，然后对身体伤害然后比较大。他吐的时候，他说妈妈，我就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说儿子，我说你就只要熬过这一段，你就是重生。闭上眼就能到达。